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非常快的，我们就来到了9月份，也就是丁酉月。那这个月份呢，我们是来到这个秋季啊，也就是金的元素去到最高的一个月份。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但是啊，事情呢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容易或者顺利啊。那这个月份的能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关于这个丁酉月的一个能量啦。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丁酉，丁呢是属阴的火，那酉呢里面的一个主气啊，就只有一个，也就是辛金。那辛金呢也是属阴的一个金。那照理来说啊，我们通常呢进入到这个8、9月的时候，都是我们金的元素去到最高的一个月份。那但是呢，在这2个8、9月啊，它的情况呢会比较特殊一点点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天干上面呢有一个火在克制着这个金。所以呢，你可以说啊，我们这个9月份呢，它的这个金气啊，没有办法去到最高点，那反而呢是受到这个火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克制啊。那另外呢，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年的这个年份是丙午，那整年的这个火的能量呢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就算去到不同的季节，就好像这个秋季或者冬季的时候，那个元素呢，还是会处于一个比较受控制，或者呢，处于一个比较减弱的状态啦。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辛金本身啊，会出了比较多的一个问题。那辛金通常代表的是一种细节，它一种精准度。或者你可以说比较完美主义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如果辛金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或者发挥得好的话，它代表的是很多事情呢都做得很好、很完美或者非常的准确的感觉。所以当它受到克制的时候，代表的是很多事情呢都做得非常的粗糙，非常的粗心大意，没有去讲究里面的一些细节啊，或者会忽略掉一些小小的数目啊这些。那当我们放在我们的工作还有生活里面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啊。那尤其呢，如果你的工作呢是涉及到一些需要很多的这些细节啊，或者我们的数目字需要非常的准确啊，在我们谈合约、谈一些条款的时候，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辛金呢，在非常好运作的一个状态下，那我们才可以完成这些事情，对吧？那所以呢，如果他的这个辛金受到克制的话，那很多人呢就会不在意或者不那么看重这些细节。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钱财方面，在事业方面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我会提醒的是，在这个月份，如果你有一些合约，或者你要跟别人谈一些条款，有一些牵涉到很多细节的东西，那这个就好像我们时常去签一个合同，或者我们在手机里边我们要下载一个 APP 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Terms and Condition 我们要去签的？那我们通常都会就是快速的看过，我们不去理会它。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子，你不去理会的时候，那问题呢就会出现在那一边。OK， 所以呢，在这个月份特别需要留意，如果你的工作，你本身的一个行业是非常讲究这个精准度的话，或者非常讲究这些细节的东西的话，那一定要非常的留意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呢会纠缠你很久。那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月份呢，我们有的一些凶星它代表的是这个问题呢，如果发生在这个月份的话，它会
缠绕着你，它会好像跟你一段时间，你很难脱身，你很难快速的帮它解决掉。OK， 所以呢，记得这件事情啊。那第二点呢，如果我们在感情方面呢，我们人啊也会比较容易纠结一些细节上的东西，那就可能呢，好像我们的伴侣、我们的身边的人，只是可能随口说的一句话，他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想法或者没有太多的意思，但是呢，我们会比较容易纠结上去。我们会觉得，你是不是要针对我？你是不是有另有意思要讽刺我或者要攻击我？因为心经代表的很多也是一种表达、一种沟通的能力。所以呢，当我们结合这个刚才说心经、受制，然后我们在沟通上其实是很容易出现问题啊。然后出现问题的理由呢，也是一些小小的细节，我们特别呢想要去针对或者去纠结一些小小的东西，而导致呢我们的感情，我们跟我们其他人的一个相处会很容易出现争吵还有纠纷啦。那所以呢，在这个月份，记得也要多提醒自己不要这么的去纠结你身边的人可能是很无意的一句话，或者去鸡蛋里挑骨头啦。那说了这么多不好的部分呢，那大家可能会想，我们到底有什么好的一个方法去更好的去利用这个月份的能量呢？那其实是有的，因为我们的丁酉它原本的一个设定，或者它原本的一种特质就是代表一种完美，或者一种把某一个事情呢做得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完善的一个能量。所以呢，在这个月份呢，你反而是更专注，或者让自己呢更加的进入那一件事情，去把一些细节给它做好。OK， 那我们的这个能量是一体两面的，它很好玩的，就是一体两面的，就是问题呢会出在这些细节，那它的机会呢也是出在这些细节里边。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就是两件事情罢了，你要避免自己呢过度的忽略这些细节，然后同时你也让自己呢去把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或者一些比较细小的地方去做得更加的完美。OK， 那所以呢，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这个月份呢就给扭转回来了，我们用在一个更好的一个方面。那在吉星方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好像太阴还有太极贵人太乙贵人这些其实呢都是非常棒的，来帮助你去把一些事情呢给搞懂，尤其是对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或者比较幕后的一些问题。什么叫幕后好像我们跟这个公司跟这个人的一个合作关系，那你们背后肯定是一个合约，或者你们有一个签署了某一个文件，你们才有一个关系，对吧？所以呢，你反而这个月份呢，你是很好的进入这些细节，去重新审视，看是不是会有什么问题出现或者你可以怎样把它变得更好的一个情况啦。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月份我们从那至于在健康方面呢，这个月份我们需要比较留意的也是一样的。好，那至于在健康方面呢，这个月份我们需要比较留意的是有两个主要的方向。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本身的命盘里面的好，那至于在健康方面呢，我们要留意的方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关于金的方面，那这个金是怎么说就是说，如果你本身的这个命盘，你自己本身这个人的金的元素已经是非常的多了，那你这个月份呢，你可能会面临一些关于金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那金方面的健康问题有什么？
那代表金呢，可能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肺，或者我们的一些免疫系统，还有关于我们的这个骨骼。这些神经、骨骼、皮肤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金呢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的八字里面金非常多的话，那你这个月份呢，更加加强这个金的话，那你其实你在这方面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啦。那第二个会有的问题呢是木，这个木的情况的话，是你的八字如果有很少的木的话，那这个月份呢，你就会更加的感受到它对你造成的一个影响。那木有代表的是什么？可能是我们的神经、经络，还有我们的四肢的一个运动。那这些呢，都跟我们的木很有关系。所以，如果你本身的八字里面木已经是很弱的，那这个月份呢，你也是需要特别的留意，照顾好自己的这一些神经啊，或者你的坐姿、你的走路这些，你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所以要更加的小心，不要呢去让自己受伤，或者如果真的受伤了，也要去找专业的人来帮助你。好，那如果是其他人呢，你们的八字是如何啊？那在这个月份呢，我也会特别强调的是，你们也一样的要多留意这两个元素，就是金跟木的这个情况。那但是呢，至于会不会对你们造成很大影响，就不一定。OK， 因为你们会比那一些刚才举的那两个组别来得更加的平衡一点点。那他们呢，是因为一个是金很多，所以出现问题。那另外一个呢，是如果你的木很弱的话，那它也会出现问题在这个月份。那其他人的话，我可以说是比较平衡，或者比较不关你们的事。OK，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个丁酉月的一个总体的分析啦。那这个月份呢，我就不做那5大日主组别的一个分析啦。因为我感觉呢，这个内容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去帮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准备。那我认为呢，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一个策略，或者更加搞懂自己需要做什么事情，或者在这个月份里面有什么日期，或者有哪一天呢是可以很好帮助你的话，那我会推荐大家呢去用我的这个八字排盘的工具。那里边呢有我把每一个日主在这个月份需要做的一个事情，你们的一个策略是什么，我已经放在里边了。然后这一次呢，我其实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针对你的这个命盘，你在这个月份呢，你有一些日子或者有一些日期呢，是对你比较有帮助的，是对你是好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在里边呢，我会把它标示出来，就是我们叫借势日所以呢，你可以，如果你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开张，要签什么合约，还是你想要跟别人谈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大家呢都可以利用这个借势日来进行这个事情。那另外呢，你的一些比较不好的日子，我也是有标示在这个日历里边。那我会把它称为主力日那在这个日子呢，你可能做很多事情呢，或者做什么，你都会感觉非常的不顺利。所以呢，我就不建议大家去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呢都放在这里，那尽可能呢就让自己放轻松了。那另外呢，在里边我也把在这个月份呢，总体来说比较好的日子还有不好的日子，我也把它标示上去。那这个呢，就跟你自己的命盘呢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我把它命名为一个叫成功日，那一个叫诸事不宜日。OK， 那这2个呢是跟你的命盘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但是呢它是一个总体的。那总体来说，这整个月份呢有哪一些日子是什么事情都不对的，那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做，你只要去放轻松，甚至你可以躺平去休息，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就好了。那这2个呢就是这样子啊。那成功日呢是一个总体来说是蛮不错的日子，你可以去利用它来做一些好像签约啊、要开张啊，或者你要去进行一些面试啊，什么都可以。那这个成功日呢就会帮助你提高你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效率，或者一个成功的一个机会，这样子啦。OK。好，那这期视频呢，我就分享到这里啦。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格式。那如果真的喜欢的话，记得留言让我知道，然后点赞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